小姐姐刚要接客，却突然听到隔壁传来呼叫声，于是她不顾一切跑了过来。谁知这时一个男孩猛然冲了出去，等到小姐姐进屋后，却发现地上躺着一个半裸的女孩。于是她顾不得客人，直接拨打了急救电话。事后，小姐姐向警方描述，她听到女孩大喊不要停下来，医生也确定女孩阴道出血，可能被殴打出了内伤。她看起来像刚接完课却被人偷了钱包，或者是一个皮条客想让她乖乖听话，并且警方还找到了一张单程车票，证明女孩是2周前才来到本地的。Comes to New York, uses up her money, goes on the game. 这个推测看似很合理，不成想却因此误导了办案方向，并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刚刚女孩竟偷偷走出急诊室，然后逃出了医院，不知道为何不敢接受治疗。房东曾说他经常往一家妇科诊所打电话，所以警察来到了这家诊所调查。主治医生也认出了女孩，可是出于保护隐私的目的，却什么也没向警察透露。但警方反而更加确定女孩就是妓女。John sees fresh meat, he wants to ride bareback. Next thing she's got gonorrhea or chlamydia. Or worse, syphilis or HIV. 然而很快他们的推测就被推翻了。医院的检查结果证实女孩并没得性病，但却是怀孕了。原来她是去诊所做流产的，怪不得医生要保守秘密。但问题是，为什么她竟一个人千里迢迢来到纽约住？ Because Virginia law requires teens get parental consent before they terminate a pregnancy. 警方推测父亲肯定不知道这件事，果然父亲得知后很吃惊。 She must have been raped. Some son of a bitch raped her. 可就在这时，泰勒突然问他昨晚在哪里。父亲刚要回答，但马上意识到了不对劲， You think it would hurt my own daughter? 自己竟被当成了凶手。父亲十分暴怒。好在这时，扫黄组突然传来消息，他们在一辆路人的汽车内找到了女孩，因为大出血而被紧急送往了医院。可是现场遗留的物品却十分奇怪，车内有牛奶、面包，甚至玫瑰花，这可与一般的妓女用餐习惯不太一样。根据这条线索，警察紧接着对周围的超市做了调查，终于找到了买这些物品的人。监控显示，买主是一个男孩。Took bad at her behavior. He nearly beats her to death and buys her flowers to say he's sorry. 图图立马联系了当地的派出所，得到的消息是女孩曾有个姐姐，因为偷偷怀孕而被父亲赶出了家门，所以案件基本明了了。随后警方来到了女孩面前，让她指认男孩，结果父亲坦白男孩是自己的邻居，断定是他强奸了女儿。泰勒却提醒他可能是俩人自愿发生的关系，父亲坚决不相信。但当泰勒提出他姐姐的时候，父亲沉默了。所以真相是女孩意外怀孕，怕被父亲责罚，所以偷偷离家出走了。至于是谁伤害了她，则是要找到男孩才能确定。于是泰勒从父亲那里要来了男孩的号码，告诉了他女孩的住院地址。果然在男孩前来探望的时候，一举将他抓获，随后马上进行了审问。 Doctor tells you it's too late to abort. You realize that you're going to be a daddy. So you took that lamp and you beat her. 实情果然如此，男孩痛快地承认了。律师以胎儿不能算人为理由，请求轻判。然而检察官坚决不容情，并表示哪怕胎儿离开母体后呼吸过一口气，他就要起诉男孩谋杀罪。殊不知现在大家了解到的都不是真相。随后法医提供了胎儿死亡证明，是在母体内被打死的，因此不能控告男孩有谋杀罪。但法医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根据女孩腹部的伤痕比对，还有一些伤痕的形状好像是与手表或手链吻合，但男孩可没佩戴任何首饰。 The only way to raise a bump like that is you would have to be hitting yourself. 本森赶紧再来询问女孩，可女孩忙着办理出院，并不想多说。本森只好直奔主题，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表。 Matches the bruise pattern on your stomach. Those photos were taken at the ER. There were 7 points of contact. You hit yourself. 在证据面前，女孩不得不坦白了一切，竟是她让男孩打了自己，并且当时她喊的是不要停下来，而不是目击者听到的不要停下来。事到如今，男孩也交代了。当医生说来不及流产时，女孩崩溃了。她害怕像姐姐那样被父亲赶出家门，所以决定除掉肚子里的孩子，然后让男孩用台灯猛击她的腹部。本来男孩是不愿意的，但又不得不听从女朋友的话，于是就出现了这场悲剧。真相虽然弄清楚了，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。男孩和女孩的罪行怎么定？ Both kids committed the same crime, but according to the law, he could get 5 years in prison while she gets 5 years probation. Doesn't seem fair. 检察长想知道谁最终导致了胎儿的死亡。检察官表示是男孩，可他也是受女孩的煽动教唆的。 The law's penalty reflects the degree of responsibility. Seems fair to me. Plead her out on the misdemeanor, prosecute him for the felony. 然而就在这时，男孩的律师又来了，他竟然要求撤销对男孩的起诉，这把检察长都弄懵了。律师却侃侃而谈，因为男女性别不同而做出不同定罪，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平等对待原则，所以他有理由要求检察院撤诉。检察长显然没想到律师会用宪法来说事，这下想定罪可就难了。果然一开庭，双方就爆发了激烈辩论，都在尽力说服法官和陪审团。
没想到当问及女孩为什么一开始不走正规渠道流产时，案件竟出现了大反转。女孩回答说，发现怀孕后就一直在尝试流产，想买坠胎药，但是医师不敢卖，去医院的话必须父母同意，因此她才偷偷跑来了纽约打胎。但是诊所的医生说已经过了24周不能打了，所以女孩别无他法。可是检察官却质问 You were in New York 2 weeks before you went there. You could have gotten a legal abortion then. Why wait? 不成想女孩反驳说自己并没有懂，她到纽约的第一天就去了诊所，但是因为护士说发烧不能手术，所以推迟了。以后她每天都会联系2、3次诊所，想尽快做流产手术，可等到预约期她已经不能流产了。检察官立马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女孩去了诊所2次，他竟不知道。本森也无辜地表示他没有提过，医生也没主动说过。看来这里边大有蹊跷，如果女孩是被故意拖延到无法合法流产的程度，那整个案件的性质就变了。医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但是固执的检察长仍坚持认为男孩就是凶手。医生并没有为虎作伥，他强制命令检察官继续起诉。比起输赢，更重要的是要传达纽约不容忍暴力犯罪。但显然检察官不认同上司的看法，于是他传唤了负责女孩的护士，询问了当时测量的体温。不料护士却表示是正常的37度。之所以说发烧，是因为他撒谎了，而这是医生让这么做的，就是为了延迟流产手术，直到延迟到不能手术为止。护士还坦白，他们本来反对流产，曾以劝阻流产为责任，但是医生的这种做法让他无法接受。尤其是今天看到女孩这样的结局，更是让他受到了良心的谴责，他十分后悔。至此，真相终于大白了。女孩悲惨的遭遇都是假流产诊所误导所致。最终法院判决男孩仅是3级轻伤罪，适用于缓刑，所有人都皆大欢喜，但只有检察长一脸冷漠，因为这属于他们败诉。既然法律不容许犯罪，那就必须追究医生的罪行，没有他的话就不会有这场悲剧。